人啊，之所以会害怕、会焦躁，都是因为他看不到全貌。怕这个字怎么写？一个心，再一个白吗？当你心里空空的时候，你就会害怕、焦虑。当你要不焦虑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先去把全貌了解出来，你就会比较清楚知道你该怎么一步一步做下去。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使用目标管理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我来跟你分享一件很好玩的一件事情。公司交代他一个大的 project， 他从来没有承担过，然后他觉得压力很大，他觉得很崩溃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呢，他还是把这个任务给承担下来。他问我该怎么办。你应该要开心啊，因为代表公司认可了你，相信了你。所以啊，你与其先担心自己做不到，压力很大，你倒不如可以先开场 party， 讲说哟吼，公司认同我了，先开心，让自己的情绪变更好，你才更好去做事情。当然，这只是转换期而已。当你开始做事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发现到你的能力值超乎自己了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啊，就要回到目标管理这件事情。当这件事情你认为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承担的时候，其实代表是你没有办法把全貌看清楚。所以你要透过用目标管理的方法，或者是透过跟你的前辈互动的过程当中，先去认知到这整个 project 的整体的大约轮廓。当你如果今天已经知道了你要做这个 project 呢，它是有人可以问的，有一个脉络可以走的时候啊，你心里就会比较安定下来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可能又再问下一个问题，那我能力不够啊，我现在觉得我能力不够，所以我承担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怕爆掉。爆掉了之后啊，我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出来，该怎么办？来，我是风险思考法，也就是说，我会先去思考，万一爆了怎么办？那如果你已经知道爆掉了之后，可能就是说，好，可能演讲很糟糕，被虚，客户跑掉，很清楚知道这些状况之后呢，你已经有个底了。当你有了底了之后呢，你就不用去害怕，你就是专心的把这个 project 去把它给做好就好了。因为啊，当你把它做好的过程当中，这些风险就会慢慢的不见。那也有人会去问啊，就是说，那 Mark 我已经知道了，我要先开心了，然后呢，我要先把轮廓给弄清楚了，然后呢，我也知道风险长怎样了。但是啊，我觉得时间很紧但我压力很高，该怎么办？我来跟你分享一下，全部的成长啊都是被逼出来的。所以啊，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，又回到目标管理咯，把你整个的这个 project 拉出来，拉出你的 schedule， 然后呢，去看每一步呢，精准的去达到它就好。那有没有可能你拉出来之后，发现到自己做不到？有可能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就要去找你的前辈，找你的伙伴去当这个外援，因为毕竟你不是一个人去处理这件事情，你还有其他的身旁好友，而且公司愿意把这个大的专案丢给你，就代表相信你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已经超乎了你的 loading 的时候啊，基本上面呢，他还是会派一些资源来去做协助你的地方，所以不要太害怕。基本上面公司愿意让你做这件事情，就代表相信你而信任你这是跟你讲的最后一个环节。那当然了的，如果执行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压力很大很大，该怎么办？我来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。压力很大的时候啊，并非只是压抑，而是可以去做所谓的调压的动作。例如说，你可以把你的专注力，假设像我自己本身是工程师起家的，所以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可能会跑去写程式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掌握度很高。当我在写程式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说，原来这样子做一做之后，我可能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，我的泄压，我的压力就被卸掉了，我就可以再去做好我整个 project 里面的事情。那如果今天你真的整体上面你找不到任何的切入点，该怎么办呢？非常之简单，有时候啊，你只需要放空一下就好。来跟你讲一个关键环节，人脑很有趣人脑啊，平常的那个神经是这样堆叠在一起的。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啊，你的神经会被压得很紧。可是啊，有时候答案偏偏在旁边，绷紧神经的时候，那个答案根本连接不到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去运个动，去洗个澡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突然突发奇想，因为你的神经可能出错线了，突然间接到旁边的答案，那你解答就跑出来了。所以当我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啊，我都会去看书、去运动、去洗澡、去唱歌。当然了，我不会是去做逃避性的。有些人伙伴啊，他会去做逃避性的，就觉得说一遇到压力，他就马上逃避去做他喜欢的事情。我会去给自己一个范畴，例如说，好，我希望我未来的1个小时，我是不想要碰到工作全部的事情。我这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只想要运动，我不想要想其他的事情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反而运动完回来，洗完澡之后，答案跑出来了哇塞！
今天就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哦。如果你压力很大的状况之下面呢，首先先去了解全貌哦，然后了解完全貌之后呢，去做所谓的目标管理，去把它切细，然后呢，去跟你的公司呢去做沟通，然后接下来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到，原来给你上层这些的人啊，他呢是相信你的。我要跟你讲，当他把这么大的 project 丢给你的时候啊，他压力比你还大啊，跟你讲哦，这是很有大的一个可能性啊。那如果你中间真的卡关怎么办呢？放松一下，转换一下你的思考方法，这个时候啊，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你想到更好的答案出来。其实压力大不大，真的都是你自己给出来的，因为问题都在那边，你解决了问题，压力就没了。所以啊，请把关键放在你的目标去解决它，而不是去解决你的问题哦。好，这是跟你去做分享。好，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《关键思维》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